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功德可以回向吗？学佛的人经常会将自己所念的佛号，或自己所唱诵的经文呢，或透过布施，把功德回向给别人或自己的亲人呢，期望呢，他们能够得到护佑跟祝福。让病情好转啦，身体康复啦，转危为安啦等等。那也有一些人念佛回向给往生的亲朋好友祈求对方往生极乐啦，往生极乐净土啦，或成愿再来啦，快去快回啊等等。那这些回向对方收得到吗？以正信的佛法来讲呢，回向的说法跟做法是可以成立的。回向不是功德移转或功德转账啦，而是愿力分享跟善念共振。很多人以为我念了1万声的佛号，就好像账户里面有1万块，然后把其中的5000块呢，转给某个人了。如果把回向理解成这样的话，那就物质化了啦，庸俗化了啦，那也容易产生误解。佛法中的回向比较接近于点灯跟点蜡烛的这个比喻啦，一盏灯点亮了另一盏灯，原来的那一盏灯并没有减少光明同样的道理，点燃一根蜡烛，它的光亮很有限，但是慢慢的10支靠过来，100支靠过来，1000支靠过来，烛光的亮度会加强嘛，好像萤火虫很多萤火虫一样嘛，但是没有影响到第一支蜡烛的光亮回向的道理就是如此你念佛诵经或布施行善所得到的善念跟功德，不会被扣除或转走，而是把这份善念跟善心呢继续扩大，造成更多人的善念共振，利益更多的众生那这个才是回向的意义。因此回向不是回给别人之后自己变少了或变没有了，而是把自己的心量跟善念的变大拿种树来比喻也是通例如有一个人在路边种一棵树那他就发愿祈愿这棵树将来长大之后呢，能为行人遮阳避暑这个叫做回向但是这棵树能不能长大，还要看土壤、阳光、雨水等等的因缘不是说你发愿了，它就一定愿成了，它一定会长成一棵大树，不一定同理，回向也是一种善愿好愿但结果如何，也是要看因缘是否成熟不是我们要回向，对方一定收得到所以有一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佛法讲自因自果，再怎么回向也不能违背因果了。正信的佛法他不会说你不用修，我帮你做功德你就会得救，没有这种事。因果是历历不爽不能被取代的，因此佛家才会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业障个人了。要回向产生作用呢，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对方本身要有善根；第二，回向者本人要有虔诚跟清净的心；第三，因缘要具足而互相感应这3个条件具足，回向才会有意义也才会有效就像有人生病我们可以送给他健康食品或亲自去关怀或帮助他付医疗费用但怎么帮也不可以帮他消化吸收或代替他。也好像我们多吃1碗饭然后回向给饥饿的人那这样饥饿的人肚子还是一样不会饱对不对？其实回向最大的受益者往往是自己，因为回向能够破除我执、我相、我慢，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无相布施也是我们佛教徒所讲的三轮体空
做善事之后，如果心中一直有我有功德哦，这是我的功德哦，或是这是我的成就哦，等等，心里有这样子想啊，有这样子起念头，叫做着相布施啊，反而会变成有漏的功德。但是懂得回向的人呢，他的心会慢慢从小我走向大我，心胸越来越大，格局越来越大，所以他不会独善其身，而是利益众生，兼顾大局啊。所以佛法讲的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这个就是回向的精神啦。我们平常做早晚课，最后都会念回向文嘛，也是这样的意义啊。所以回向不是迷信的交换呢，也不是自己独善其身，而是借回向来扩大善的效应啊，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其实回向跟祝福也有相通之处。正言上人曾经开示了，与其靠别人祝福，不如自己亲自去做。也说啊，亲属往生啊，与其靠别人助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这样的开示不是否定祝福跟助念哦，也不是否定回向的力量哦，而是在强调什么？真正改变命运的力量是来自自己的身口意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去依赖别人啊，靠别人回向给我们啊。别人的祝福、助念或者回向不是没有力量，而是这些就好比是阳光跟雨露，如果种子没有种下去，即使有再多的阳光跟雨露，也长不出树来啊。因此正言上人才会强调说，与其靠别人祝福，不如自己亲自去做啦。其实别人的祝福跟自己去做，两个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啦，可以同步进行的啦。也就是说，祝福、助念或者回向还是有力量，但终究不能代替因果啊。这样的观念我们要清楚啊。当很多人诚心在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嘛，集气嘛，对不对？啊，好像家人啊、朋友啊病情危急的时候，啊，还会要大家一起来为他集气嘛，不是吗？那这个被祝福的人，他可能会有勇气，家属的心也比较会安定嘛。这种在心理上跟精神上的，以及跟这个气场上的那种影响呢，佛法上把它称为什么？安心园呐，安心园呐。一个人在低潮的时候，如果身边的人都表现得很冷漠，那这个人可能很快就会放弃自己哦。相反的，如果很多人在鼓励他，那他很可能得到祝福跟激励之后呢，很快就撑过去了哦。那这样的力量其实是存在的，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啊。然而话说回来啊，佛法是更重视自利，因为佛法不是要你依赖或迷信的，佛陀不能代替众生成佛啊，也不能替众生觉悟啊，跟解脱啊，更不能帮你承担业力啊，这些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去完成啊。就好像老师不能代替学生读书嘛，但老师会教导学生方法、读书的要领，对不对？佛陀跟师父也是告诉我们方法跟要领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解脱，怎么样去觉悟啊。他们是为众生铺好路，但是这个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走啊。有一些人呢，生前不信佛，也没学佛，但是家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呢，或临终之际啊，想要让他皈依三宝。那正言上人对这样子的情况有明确的开示啊。正言上人说，生病或临终之际，接受皈依三宝，只是结个安心缘呐，意义不是很大啦。上人又说，有人认为自己的业障很重啊，就想透过做法会啦来消业障，其实这也是没什么作用啊。这个是醍醐
灌顶的开始。那上人这个开示的重点在哪里呢？真正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去向的，还是他自己平日所累积的行为造作，跟善恶的业力，以及脾气习气等等，而不是在临终的时候形式上的一个仪式。就好像有些人在考试之前去寺庙拜文昌帝君嘛，希望考试顺利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安心缘。如果认为拜了之后一定会考上，一定会考得比较好，那这样就本末倒置的了。考试要顺利或成绩要理想，也是要靠平常的努力跟准备啊。同样的道理啊，农夫祈求风调雨顺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不去播种、不施肥、不除草，再怎么祈求也不会灵验的啦，是吗？所谓的灵验，不是神明代替你工作或替你读书啊，而是要以你自己平时精进努力做基础，这样才会灵验啊。不过佛法也没有否定临终助念跟回向的作用哦。关键之处在哪里？别人的助念那只是助缘而已啦，无法代替我们啦。好像说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他会恐惧啊，会怨恨，会执着啊。家人这个时候如果在旁边哭喊啦、拉扯啦，这样反而让他更放不下。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为他诵经、念佛、安抚等等，他的心还是会比较安定，比较放下恐惧。那这样子的助念，就可能成为一种善缘跟助缘呐。因此，助念也好，回向也好，真正的作用不是代替他消业障啊，而是帮他的心安定，减少恐惧，协助他创造最后一念的清明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正信的道理啊，真正助念的意义呢，不是要帮亡者超度哦，而是借着庄严的佛号声，让在场的家属呢，生者心安，亡者灵安呐，这才是最好的超度啦。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一生习气很重啦，事事充满执着啦，贪嗔痴严重啦，这种人临命终时靠别人助念几句佛号回向给他呢，想要改变他的业力，这个在正信佛法里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回向或助念是有助缘的力量，但根本力量还是在我们自己平日的修炼跟造作不是靠别人最后替我们念几部经然后回向给我们，而是自己一生中累积了多少的资粮也就是生命的成绩单要给阎罗王看的啦。那正言上人就是务实主义者上人常常提醒志工不要只等别人来救我们，而要自己先懂得自救例如有些人身体不好啦，他不去运动或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或改变自己不正常的作息，却一直往外求别人祝福他或者是说家庭失和啦不去调整自己的脾气，却一直去寺庙点光明灯求平安、求吉祥，或者是人生很困苦，那不去行动找方法或求助于善知识，却只会期待一夜翻转奇迹出现。那以上这些例子就好像什么，自己这颗种子都不发芽，再怎么有阳光雨水也是无法长成一棵树嘛。所以阳光跟雨水就好像是别人祝福啦，也不能说不重要但自己要争气努力这个更重要所以佛法最完整的观念是不强调完全靠自己，也不是完全靠别人，而是自己愿意改变，有心改变，再加上外界的好缘相助，助一臂之力这样才是圆满跟圆融上人这句与其靠别人的祝福，不如自己亲手去做，其实就是在提醒大家不要把别人的祝福当成一种依赖因为真正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还是自己的心自己的行为造作跟自己种下的因
别人对我们的祝福，那只是陪伴跟支持你的善缘。简单讲，别人是助缘，自己是主缘。还有一个观念，我们是要很清楚啊。有人问说，那不是说付出无所求吗？那么念佛、回向跟诵经，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所求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哦。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对不对？因为一方面说要付出无所求，一方面是说我希望诵经或念佛回向给谁？于是就有人他会这样子问啊：回向是不是有所求呢？其实关键在于求的是什么，或你执着的是什么。佛法所说的无所求，主要是指什么？不求名利，不求回报，不求交换啦。例如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希望别人将来来报答我们；布施也不是为了获得赞美；做佛事也不是为了讨好佛菩萨。这个叫做无所求。而回向的意义就不太一样了哦。回向是一种发愿跟祝福，愿我所做的善行能够成为利益众生的好因缘呐。例如愿父母平安健康啦，愿亡者心无挂碍，愿天下众生离苦得乐等等。这些不是在跟佛菩萨交换利益啊，讲条件的，不是，而是在扩大自己善的效应。因此回向的精神不是贪求，而是分享。这个我们要把它理清楚啊。不过佛法也提醒我们哦，可以回向，但不要执着于要立刻产生自己所期待的结果。例如有人诵经后就说：“我都念了7天的经了呢，怎么病都还没有好呢？”有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夹杂的交换心跟得失心的了。这个就有所求了嘛，这样就不好。当然也会产生烦恼嘛。那真正的回向是什么？我尽心尽力做善事，或虔诚念佛诵经，并把这份善念回向给对方。至于结果如何，还是要看对方的因缘跟业力哦。这样的观念才是正念，就比较合乎佛法的精神了。严格说来了要把功德回向给别人呢，就好像要把爱传送给别人一样的道理嘛。也就是说，自己先要有功德，你才有功德回向给别人啊。你自己要先有爱啊，才能把爱传出去啊，对不对？所以功德回向跟传递爱与善，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自己先要有善行、有爱心、有愿力，这样才有东西跟别人分享啊，才会有东西回向给别人啊。因为我们总不能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啊，是吗？就像自己水缸都没有水，那怎么分水给别人？同理呀，要让爱传出去之前，先要把爱找回来啊，这个顺序要对啊。自己如果是体弱多病却要向别人推销健康食品，肯定没有人会给你买啊，对不对？因此，如果没有实际的善行跟具体的印证，只是嘴巴说我把功德回向给你，自己银行都没有存款，却想要转账给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以佛法的角度来看，回向重点不在于转移功德而是在于自己先造善因，累积福德再将这份善念扩大，不只为自己，也为众生。以这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无私，来开辟自己的心量这个道理跟飞机起飞的时候，空服员不是要为大家解说安全示范吗？道理很相似啊。紧急的时候，氧气面罩会掉下来，不是吗？自己要先戴好自己的氧气罩才有办法去帮助旁边的人这个不是自私因为这个是自己先稳定了，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最圆满的回向，不是只为自己或只为别人，
两个都不是，叫做两者不二。不二就是依中道而行的，也就是说，没有忘记自己，也没有忘记众生。佛法不是叫我们只顾自己做一个治疗汉，而是提醒我们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再去利益他人，并且在利益他人的同时，也回来成就自己。成就别人就成就自己，不是吗？成为一个善的循环了。这就是佛法所说自利利他、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精神了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功德可以回向吗？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